过去半年，台湾网络圈发生了一件特别魔幻的事情。有一个以前天天喊要抗中保台的网红，现在居然跑到大陆当上了座上宾。还有个把以前的这个反共战友，现在当成是必须要清除的叛徒。这两个人呢，一个是馆长陈之汉，另外一个是八囧温子瑜，都不是普通的网红。他们在台湾 YouTube 圈里面都是大咖，两个人加起来的粉丝超过230万，视频的总播放数量突破了12亿次。短短半年时间，他们从井水不犯河水的隐形盟友变成了水火不容的公开敌人。表面上来看是两个人的私人恩怨，实际上却撕开了台湾社会最敏感最深层的裂痕。我们今天要搞清楚3个问题，这场戏剧性的翻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驱动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到底是真心的信仰还是精明的算计？这场冲突背后的流量数据又反映出台湾社会什么样的深层次的焦虑？本质上这个视频不是见证，因为这个案例完美的展现了现代商业竞争当中的南海战略博弈论破局以及高风险的品牌重新定位。我会把政治倾向跟意识形态抽离出来，用商业的思维来分析这一个活生生的商学院的案例。先说说馆长陈之汉，这个家伙在台湾 YouTube 圈里面是一个阿尔法男，海军陆战队出身一身的草根硬汉气质，那样一种夹杂着脏话三字经的直播风格，让无数的粉丝觉得他特别的真实接地气。在政治立场上，他曾经是抗中保台阵营里面最有号召力的民间领袖。2019年，他跟黄国昌搞的这个反红媒大游行，基本上就是他的封神之战，人气跟声望都到达了他的巅峰。那个时候，馆长的人设特别的清楚，一个捍卫台湾民主、敢跟中国大陆叫板的本土的战神。而另外一边呢，还有一颗星星也在快速冒头，八囧温子瑜，他的频道摄图日记从介绍花莲美食的旅游博主，到2019年前后非常敏锐的抓住了时代风向，全面转型做政治评论，把自己打造成专门查杀红色渗透的网络卫视。八囧的风格呢，其实一向都非常的原教旨主义，他的内容是尖酸刻薄，专门跟小粉红对线，揭露各种他认为的亲中的行为。疫情跟香港事件的双重推动之下，八囧迅速崛起，成了这个泛绿阵营里面坚定站在反认知作战第一线的看门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肉身成圣的本土战神，一个是认知作战的看门狗。在抗中保台这个巨大的市场里面，他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隐形盟友，一起收割着流量红利。用商业术语来看，抗中保台这个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红海市场，市场的需求非常明确，但竞争者一大堆，海内外都有，内容高度的同质化，都是吹捧台湾的各种好，贬低大陆人，贬低中国如何的独裁，如何的专制。馆长跟八囧就是这一片红海当中的双寡头，本质上争夺的是同一批观众的注意力跟情感认同。在这样一种存量厮杀的格局底下，增长肯定会遇到天花板，任何一方想要得到更多，都意味着另一方要有损失，这个就是非常残酷的零和博弈。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一声意外的枪响会为这一段看起来平行而且稳固的关系埋下了崩塌的种子。第一个转折点实际上发生在2020年8月28日凌晨，3颗子弹不仅差点要了馆长的命，更重要的是彻底打碎了他对于原有阵营的信任。他觉得自己为了抗中保台，在第一线冲锋甚至流血，换来的却是自己人的冷漠跟背叛。这一份怨恨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里，成为馆长后来政治立场大转弯最根本的心理的动机。曾经的盟友在他眼中慢慢变成了不可信任的人，而真正把这道裂痕公开化的是八囧在2024年底投下的重磅炸弹。他找来跳反网红陈柏元合作发布了中国统战纪录片，用卧底的视角揭露大陆如何用商业利益跟文化交流作为幌子来对台湾进行统战的触目惊心的内幕。
这部纪录片到底有多火呢？上下两集超过540万的播放量，在台湾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八炯这套攻击的策略简直是把抓内鬼玩到了极致，核心招数就是专门盯着那些人设前后不一致的人下手，一旦抓到把柄就把他往死里整。拿馆长来说把以前那些腹中无耻之徒的这些狠话翻出来，跟现在所谓的和平大使的形象做一个对比，反差感立马就出现了。那些视频起的标题也有够狠的，什么舔共馆长、协寻过世反共馆长，一上来就是各种给你扣帽子，直接定性成叛徒。最厉害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录音，什么浙江统战部官员的爆料，听起来好像很唬人。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你没有办法去反驳，人家说你馆长在义乌有生意，你怎么样证明没有呢？而且统战部3个字一出来，分量就足够多了。观众一听到这么好像非常官方的这个说法，肯定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八炯这一套打法本质上就是红海竞争白热化的典型的表现。当市场已经没办法继续做大的时候，最有效的增长方式就是攻击头部对手，抢夺市场份额。他通过激化矛盾让这片红海变得更红，竞争手段也从内容创作升级为人格攻击，加剧了市场内卷跟不确定性，也为馆长后来的这个跳船提供了更强的动机。那如果说之前的那些冲突还只是停留在岛内的这个网红圈的内斗，那2025年5月28日来自于北京的一个官方的表态，就等同于对岸亲自下场，把这个冲突推向了整个华语世界的舆论场。那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在同一场记者会上，对于2位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剧本。对于八炯是杀气腾腾的威胁，依法严惩，终身追责，这个等同于是来自于对岸官方的一个认证。而对于馆长呢，却是温情脉脉的招手，欢迎来大陆走走看看。这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这个策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来自于场外强大力量的格局重塑，它极大的改变了2位选手的得失计算。对于八炯来说，终身追责的威胁反倒成了他个人品牌忠诚度的一个最高的背书，巩固了他在这一片红海当中的地位。而对于馆长来说，欢迎来走走看看，则为他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低风险高回报的选择的路径，让他看到了一个可以跳出原有博弈棋盘的可能性。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简单小结一下，3颗子弹从商业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是改变了馆长风险认知的关键事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一片红海，风险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商业竞争的失败，还可能包括了不可预测的人身安全的威胁。而中国统战纪录片暴露的这个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这个中美实力对比的快速变化，让馆长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现有商业模式的一个系统性风险。一份高风险高投入但是信任回报却极低的事业，本身的这个商业逻辑已经开始站不住脚了。所以在巨大的争议声当中，2025年6月，馆长踏上了首次大陆之行。那与其说是一次旅行的 vlog， 不如说是一场精心策划全程直播的大型真人秀。在上海的6天5夜里面，他的人设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在台湾的时候是满嘴脏话，充满了战斗力的战神，到了上海却变得温良恭俭让，对着镜头像第一次进城的孩子，为厕所有门，为高铁有靠背发出非常夸张的惊叹。他跟曾经的死对头中天新闻握手言和，然后让对方的这位美女记者全程的跟拍。所以我们现在把情绪先放一边，来看一看数据，因为数据往往比任何说辞都更诚实。就在馆长访问大陆的短短10几天内面，他的 YouTube 频道迎来爆炸性的增长。我们看看这一组非常惊人的数字，频道的订阅数短短2个礼拜净增超过17万，总观看的次数猛增3200万次，增长率达到令人恐怖的212%。
3200万的播放量让他月估月收入直接飙升到将近6万多美金。这个我们还没有算那些真金白银，馆长自己都曾经证实过，上海这9场直播扣掉成本之后，光是观众抖内的这个净收入就已经高达170多万的新台币。这些冰冷的数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不管你是否认可，不管你如何评价他的行动，纯粹从商业跟流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无比成功的战略转向。他用亲近对岸的知识，非常精准地撬动了一个全新的变现能力极强的受众市场。务实交流是一片几乎没有强有力竞争者的南海，在这里他不需要跟八囧争夺谁更反共谁更忠诚，而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竞争维度，谁能够带来和平与生意。他通过价值创新去掉了旧市场的高对抗性，而增加了新市场的亲和力跟务实感，从而吸引了完全不同的一批新的观众。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馆长是赢麻了，但是别着急哈，硬币的另外一面是八囧，国台办那个终身追责简直就是送给他一个最高荣誉勋章。每一次有人质疑他的时候，八囧都会拿这个说是，你看我可是被国台办点名的人，我的抗中保台的立场还用得着质疑吗？在馆长去上海的这段时间里面，八囧的频道成了青鸟的集结地跟主战场，他们几乎天天都更新视频，对馆长的言行进行事实核查和辛辣讽刺。他的数据也同样惊人，凡是标题跟馆长挂钩的视频，观看量都是平常内容的好几倍。所以一个非常奇特的共生的现象跟关系出现了，两方的冲突越激烈，双方的流量就越高。这样一种看似敌对的共生关系，其实本质上就是双方共同把这个话题的蛋糕做大了。馆长出走，开辟了新的蓝海、新的市场的这个行为，实际上巩固了八囧在旧的这个红海市场的垄断地位。馆长叛变的越彻底，八囧作为这个抗中保台守护者的这个品牌形象就越巩固越牢靠。国台办的这个认证更是为这个市场的新的进入者跟竞争者，更是为八囧的这个品牌构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护城河。所以两个人在相互的攻击当中，共同点燃了这场流量的盛宴，然后心照不宣的各自收割了巨大的流量跟收益。从品牌管理的专业角度来看，馆长到底做了什么呢？他进行了一次风险极高，但是执行相当果断的品牌重新定位。他几乎是用自毁的方式彻底砸碎了过去10年当中建立的抗中战胜的品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本土派当中的这个信誉跟好感度几乎一夜之间就清零了。但与此同时，他又用废墟里面的这个砖瓦快速的建立起了全新的品牌，一个超越了蓝绿、反对民进党、拥抱两岸交流的务实的和平派。那这样一次成功的转型，让馆长完成了粉丝基础的腾笼换鸟，他失去了声率，但却赢得了浅蓝中性，以及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对岸的非常庞大的一个潜在的观众群。所以这是一场非常残酷果决但又极其成功的人设炼金术。馆长他牺牲了诚信的这个纯度作为代价，但是练出了真金白银的流量。这场豪赌在商业上，馆长毫无疑问赌赢了，而且是大胜。那如果故事只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故事。那如果再往深挖一层的话，你就会发现更讽刺的真相。转型之后的馆长其实代表了摇摆的本土派，或者说务实交流派。他们可能不信任中共，但认为过度的对抗会带来无法承担的高风险。他们相信通过交流和对话，可以在不必要牺牲主权或者很大权益的前提底下避免战争，换取经济的利益跟和平相处的空间。所以在这一派的眼中呢，八囧的行为是激化对立，将台湾推向危险的一个原教旨主义。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八囧，他的频道流量密码是什么呢？很简单，其实就是抓叛徒。你可以去看看他播放量最高的那些视频，无一例外都是和统战啊、舔共啊、小粉红啊这些关键词死死的绑定在一块。所有批判馆长的视频播放量都稳定在
频道的头部区间，每一只都是一剂流量的春药。所以这里呢就会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注意力经济的斗兽场里面，纯洁本身就是一个最昂贵的商品，而要维持纯洁需要不断的猎巫，背叛纯洁则有可能会开拓全新的市场。但无论是八囧的纯洁还是馆长的背叛，其实都可以是生意。你知道整件事情最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八囧的这个品牌核心是反认知作战，他说自己是真相的守护者，可是他拿过来攻击馆长最致命的武器，竟然是中共的国台办在记者会上一句含糊其辞的发言。所以一个以反假新闻、反对岸认知作战为生的这个 YouTuber， 却把敌方的宣传部门的话当成了圣经，这叫什么？这叫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敌人提供了最好用的弹药，你是否还有一个定力去检验这颗子弹的真假？还是说其实你根本不在乎，只要能用这颗子弹打死眼前的仇家，来源跟真假其实根本已经不重要了呢？八囧的选择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他用来自于认知作战源头的信息去打一场他口中反认知作战的这个战争，那这里面的逻辑跟悖论以及这个荒谬的程度，坦白讲丝毫不亚于馆长对着大陆厕所门的惊叹。所以我们用商业的框架来完整的复盘一下整出大戏哈。馆长他首先是意识到抗中保台这个市场的红海竞争的属性跟其内在的系统性风险，这个是他所有行动的战略前提。他拒绝在原有的这个零和博弈当中与八囧继续内耗、继续内卷，而是选择了跳出固有的这个棋盘套路来改变游戏规则。那通过一次非常激进的品牌重新定位，馆长开拓了一个务实交流的蓝海市场，并且通过从对抗到对话的价值创新，吸引了一大批的全新的观众。他利用先发的优势，迅速占领了新市场的心智。这一次看似非常疯狂的非对称压注，最终用来自于这个流量的数据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明了其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馆长用一次惊世骇俗的政治出轨，完成了商业版图的颠覆式创新。而八囧呢，在对手离场之后，加固了自己在旧市场的护城河，成为了抗中保台这个垂直领域里面无可争议的王者。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得到了更广阔的新市场，一个得到了更纯粹的名望跟更加垄断的市场定位。他们都在相互攻击当中把流量的蛋糕共同做大，然后心照不宣的各自窃走了最大的一块。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一场皆大欢喜的商业共赢当中，真正的输家到底是谁？两位网红共同造就的结果是岛内的舆论环境进一步撕裂跟极化。那这场闹剧的深层含义，其实反映了台湾社会在面对外部巨大压力的时候，内部路线选择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焦虑。这个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恩怨或者是纯粹的商业竞争，而是台湾在寻找自身定位过程当中经历了一次非常痛苦的撕裂。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认为正确的路线而奋战，但结果却是整个社会的分化加剧。您如何看待馆长跟八囧从去年11月份以来到现在的这场持续半年的冲突？您认为在这场人设炼金术当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或者换句话说，到底谁才是输家？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这里是艾森的频道，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